们接下来看看川普的所谓关税政策，跟他一开始所想象的当然有很大的出入，不像这个一想全球都要配合他的宣布来办理，看起来谈判很多的卡关，跟中国大陆尤其是如此。现在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开的宣布，未来将会在几周之内某个时刻跟中国大陆的对口官员会面，将讨论我们是不是能够超越贸易议题，进入其他领域。什么是其他领域啊？一开始讲毒品啊。这个部分啊，这个泛滥啊，这些问题看起来现在也不是谈那个，早就谈过了吗？那所谓的其他领域是什么？贝森特这个报道没有点名所谓对口官员是谁。先前曾经交手当然是何立峰，中国国务院的副总理。接下来到底跟中国大陆的交手会影响全球啊？川普关税贸易海啸，亚洲首当其冲。在很多分析里面，外媒都认为大陆有机会扮演国际的秩序守门人。多个亚洲国家选择表面服从，实则独行其事，就像日本就是一个标准的，在贸易震荡里要稳住自身的经济安全为重中之重不是全面配合，全面配合大概只有台湾了吧？所以清算苹果呢，也是一个抗中的手法之一。苹果再度成为白宫攻击的目标，说真的也蛮惨的，他也捐了蛮多钱的嘛。CNBC 的主持人说，不管苹果把工厂迁到哪里，最后都还是要被科高关税，你们到底要想什么？因为川普顾问公开的批评啊，库克对于中国的依赖太深了白宫贸易顾问是这样讲的，从来他没有实际行动把厂从大陆搬出来。以现在先进的制造技术，我实在无法想象库克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生产 iPhone 呢？其实专家都知道啊，因为如果迁出去的话，这个成本太高，搬回美国一支 iPhone $3500吗？那甚至白宫贸易顾问讲说，这个是矽谷最长寿的肥皂剧，从川普的第一任期一直拖到了现在。库克在大陆的市场很大，那虽然有很多新的竞争的国内的品牌，但他显然还没有要放手，在除了成本考量里还做不到。川普把他当成头号敌人了，而白宫现在认为，川普对于金砖国家都是要开刀的对象，因为发言人讲啊，川普认为金砖国家寻求损害美国的利益，联合其他的团体来对抗美国，还警告金砖五国不要反美。但是巴西总统刚好在这国际会议上直接公开的宣布，这个巴西总统不会妥协巴西不会妥协，世界不需要一个皇帝。大陆甚至高喊维护多边主义啊！在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结束的时候，听到了川普这个消息，那大金砖合作的目的是要秉持成立初衷，多边主义，大家多合作是国际化的市场，而不是单极化的市场。这番表态被认为北京试图要更团结金砖国家来对抗川普的经贸关税的胁迫吗？从其中李强在跟 WTO 的秘书长伊维拉见面的时候呢，他就讲中国大陆有充足的资源跟办法对冲外部不利影响，可以健康有序的营运。说真的 ，WTO 现在是个尴尬的组织了，所有 WTO 贸易的规范、公平的原则，现在也都被川普打破了，所以 WTO 现在也没有什么规则可言啦。而中国的外汇存底创了9年半的新高，人行已经连8个月持续增持黄金，9年半的新高是增持这个连6月上升了，而央行大陆的部分也悄悄调查金融机构持有美元，因为现在美元跌，它这是操纵的这个金融的手段，台币涨最多，已经到12、13%，所以才会企业活不下去。但美元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大陆对于人民币的意义，要探讨美元滑倒的是一种策略的操纵，还是可控的这个金融的措施跟手段，他们也在研究。而川普的铁杆盟友又怎么样呢？2019年被说是第一次了，阿根廷卖了3万吨的大豆到中国去，也许数量还不是多么的庞大，但是这已经是从过去以来第一次这样子做是不是代表说这笔交易他说只是开始啊，进展顺利，未来有更多的更大规模的大豆要出口到中国去啊？这个发生在川普即将访中吗？现在到底要是9月还是10月还不知道，还是个问号啊！试图推动美国农产品要重返中国的时候，也后朋友阿根廷先跑一步，是要抢美国的单，背叛美国吗？邱毅委员，我们两边在做谈判的时候啊，有3个很重要的元素要掌握住。第一个叫做破裂爆场。什么叫破裂爆场？就是说，如果我们两边谈判如果破裂，我们各还有什么？
我们现在就破裂爆场来看，中国大陆显然占据了胜算，在上风嘛。因为即使谈判破裂，对中国大陆的损失不大，但是对美国的损失那可非常的要命。所以就破裂爆场来看，中国大陆有胜算，它有筹码。就第二个要谈的，就是如果真的要备课关税的话，这个关税谁要承担的比较多？基本上就是看我今天我中国要卖这个产品到美国去的供给弹性，跟美国要不要这个产品的需求弹性，因为这个弹性代表了议价力，讨价还价的能力。那如果供给弹性大于需要弹性的话，那这个时候美国负担就要多一点。那如果供给弹性小于需要弹性，那中国就要自己吸收比较多一点。那如果两个正好一样，那这个关税就各分担一半。那第三个到第二个双方比较的结果，因为中国大陆8年磨一剑，从上一次2017年、2018年，美国第一次在纳瓦罗的指挥跟策划之下进行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已经受了教训，经过了7、8年的准备跟努力，现在它的供给弹性已经远远的大于美国的需要弹性，所以即使被课了关税，最后承担关税后果的是谁？是美国啊！所以美国现在紧张啊，最紧张的人就是美联储联准会里面的鲍尔啊，因为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第三个，结盟的对象嘛，今天川普为什么点名金砖？因为他要破中国的结盟的盟友。可是当他看到米莱，阿根廷的米莱竟然已经把阿根廷的大豆卖到中国去了，这不简单呢。因为中国本来是跟谁买？跟巴西买啊。那你现在跟阿根廷买，而米莱过去被号称什么？被号称是川普的马仔啊。川普干什么事情，米莱都跟在后面啊。他是南美洲的川普啊。所以今天米莱对中国抛媚眼，对川普来说那就是致命的威胁。好，那川普为了打破金砖，所以就恐吓正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开会的金砖峰会啊，他就说你们里面如果说有反美的，我就加个关税10%。他本来以为这个恐吓有效，现在大家对川普的恐吓早已经司空见惯了，麻痹了。哎，你的恐吓有什么意义呢？就金砖的国家来说，真正提出来要去美元化，甚至过去曾经提出来，现在已经没有了，所以要建立金砖币的是谁？是普京啊。而问题你川普遇到普京，你就矮了一截啊，原来的190公分就变成只剩1.70米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川普的心里是畏惧普京的嘛，所以你敢对普京做什么手段吗？而且你已经制裁了俄罗斯，制裁了那么多，制裁了那么久，你也没有什么好威胁的，所以没有人在意你川普。就刚才我讲的破裂爆场，供给需要弹性，再加上结盟的规模。你综合来看的话，中国一点都不急，因为中国站在上风，站在胜算比较大的一边，他于是更有本钱拖，而依托着中国这个强大的背膀。这时候很多的国家，尤其日本、韩国都在跟着啊，都在跟着中国观望啊，大家都在拖，拖久了，倒霉的是你川普，拖久了就会把你美国拖垮。就像赖老师刚刚讲的，这是理论上，如果大家都团结起来对抗一个孤立的美国孤狼啦，那其实理论上就可以对抗金砖，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对，因为金砖的平准购买力来说，事实上确实是超过了 G7， 那不用说，那整个总和那完全超过美国，所以事实上他们可以完全无惧于美国啊。我们也看到印度也比以前强硬了啊，巴西是一直很强硬，那中国大陆是早就挺身对抗。伊朗跟俄罗斯是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也无从可以制裁了啊。关税对伊朗跟俄罗斯没有影响，可是中东地区的其他的国家，例如说沙特或者是阿联酋来讲的话，美国根本不敢对他们制裁
啊，因为他们跟美国的贸易的结构很特殊啊。那在亚洲的国家里面，它唯一能够修理的，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印尼了啊。那这个就是印尼它被宣布。不过我觉得贝森特即使他是政治系的啊，因为马斯克说他不懂数学啊，那即使他是政治系的，可是他每天还是要看那个报表。财报，还是要看财报，就是说他的各个海关啊，还是会把他的财报告诉他，他还是会看得到。那数字上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困难的哦。他不见得要会数学的加减乘法，可他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他其实很明显的看到了，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贸易已经开始产生很严重的变化，从过去的17%，然后到川普要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只剩下11%。我讲是中美哦。占中国大陆的整个出口，可是你知道6月份的时候剩了多少吗？7%。哦，所以等于是中国大陆这边主动的开始在减少对于美国之间的贸易了。也就是说，大陆它把它的出口到美国的，除了有一部分转单到欧洲、到东北亚、到这个其他的地区以外，那有一大部分是国内吸收了。可是大陆已经是有几个月、3个月以上不买美国的任何天然气、石油，而且呢，它的大宗物资也不买了，包括农产品也好，还有就是连飞机也不买了。所以事实上，美国卖到中国大陆一直在大量的减少。那您刚刚看到了，刚刚邱委员说的，你说阿根廷的大豆都卖到中国大陆来了，就是我缺或者我不够，我就是不跟你买，我可以跟阿根廷买，我就不跟你美国买。可替代。对，就是我，因为到处可替代嘛。可是你需要中国的义乌，那对不起，你无可替代，啊。你需要我的稀土，你无可替代；你需要我的这些关键的零料件，你无可替代。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来说的话，确实中美之间的结构，中国大陆确实是准备好，而川普他根本没有准备。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你说美国的财政部部长怎么办？对于他来说，8月份中美的贸易的暂时休兵，8月份到期，一个是7月9号，一个8月9号嘛。那8月份到期以后，那休兵临时的再延3个月的，那要不要再重新启动？但再从10%回到125%。那大陆如果不跟你谈，你美国要主动往那个回到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继续往后延下去？这个对美国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麻烦事咯。因为大陆不主动跟你谈的话，你美国要不要主动来跟我谈？所以我个人觉得，对贝森特来说，他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他要主动跟大陆谈，可是大陆目前来讲没有讯号要跟他谈。不过我觉得最后一点，加拿大有一位学者，他的主张我觉得蛮可行的。他的意思是说，把美国赶出 WTO。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建议还蛮有创意的。唯一最不遵守 WTO 规定就是美国嘛。中国有提中国有向 WTO 提美国违约。哦，对，把他赶出去好了。对，江老师。这看来，川普总统对于苹果电脑、苹果手机对于库克是非常的不满记恨。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不久前他才推出了一个川普牌的手机是用 Android 系统，然后他标榜说是全部都在美国生产制造，但是也有人揪出来说，他这个手机里其实很多零组件也是外国来的那另外呢，川普更早的时候他曾经提过说，如果库克还是不把手机移回美国生产的话，他要加25%的关税。在大约2周前，我和这个苹果手机的一个中阶主管有见面，我就问他这一点，我说如果加了25%，你认为可能吗？他马上摇头，他说这还得了，这根本就卖不掉了他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僵在这里。那这个后面呢，我想我们还会继续看到这个戏还怎么演。那谈到这个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它占全球土地的26%，人口占45%，所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贸易集团。但是 G7 的总 GDP 的人均 GDP 还是超过它。只是呢，这个金砖国家它的成长比较快IMF 呢曾经说，未来全球经济成长会更依赖金砖国家，而不是依赖 G7 国家。
这一点呢，当然看在川普眼里啊，G7的其他6个国家可能没有太多意见，但是看在川普眼里，当然非常的生气。他当然要想办法遏制这个啊，他说要加10%的关税等等。那提到阿根廷的大豆卖到中国去，这也不稀奇。我记得在先前有一次我来上这节目，我们也提到说，巴西也有这么讲。巴西说，美国现在呢，它的农产品销中国啊，我们完全可以取代，不但是黄豆，连牛肉、猪肉都可以取代。好，接下来看看美国国内喽。在台湾有这个风灾造成南部还有地方还在淹水，但是德州这个水患可不得了了，已经造成了104人的死亡，多人的失踪，还有很多人孩子都还找不到，家人不知道在哪里。不可思议，在美国这样的灾难居然发生的这么的严重。德州的副州长他是公开这样讲的：如果在河边安装洪水警报器，或许就能够挽救生命。而且这警报器必须在明年夏天之前安装完毕，就是说，大部分的灾民是说，再没有通知任何预警，可能水会大量的下来，雨水会冲击到当地的这个各种的原因，没有收到任何的警讯的情况之下，就发生了灾情，睡梦中人就被冲走了。那么德州官员夏令营27人死亡这件事情呢，说是因为《纽约时报》报道哦，大概有5万人口的这个克尔县啊。2017年曾经考虑在水道沿线安装警报器、河道水位计算的这个仪器，很重要。但是由于太贵了，成本太高，被拒绝了。那这个预算在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德州的致命的洪水，看到很多的画面都很惊人。美国几十年来是最严重的洪水之一了，房屋直接整个顺流而下。被冲进河里的营地跟房屋，让睡梦中的人从小木屋里头完全来不及啊！不管是冲出来，从拖车中冲出来的，还能够醒过来来得及的，大部分是直接被卷走了数英里。那么德州的山地洪水，看到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个小水流就变成了致命的潮汐，一个洪流直接把房屋、把地形低洼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淹了。所以呢，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BBC 列举了3个致命的原因：4个月。雨量的这样大的雨量是数小时之内倾泻而下的。气象局说，这个科尔郡啊，中南部3到6小时降雨量达到250毫米，125到250毫米。过去25年来，这雨量没有这么多的。它这次暴雨本来把4个月的雨都下来了，短短几个小时下完了，那么以至于造成了洪灾。川普有没有危机呢？因为有很多的报道，包括了这位资深电视天气先生 John Morris， 他就讲，不确定自己今年能不能跟过去一样精准预言啊、飓风啦、各种路径啊，因为什么？川普上台之后，削减部门经费，这一切都会降低气候预测的准度啊。那尤其是很多的报道说，是不是政府砍预算，在各种的这个经费里头，把所有的削减气象部门的预算啊，之前是不是森林大火，说是因为把这个巡山的人员的预算给砍掉啦？这些是不是有裁员离职所造成的气象学家，才让这次的洪灾100年一遇，没有人能够料到？那发言人出来痛骂啊，否认说这个是因为天然灾害很严重哦。民主党跟部分媒体在说谎，怪罪川普是恶毒的谎言，对全国哀悼之际毫无益处。其实话都好熟悉哦，跟台湾很多模式都很像。但是他的签署行政命令是大而美法案已经完全通过了嘛？哈，他取消通过的是风电、太阳能的补贴，这也是这个马斯克跳起来的原因。但接下来他积极的要推动的只有这个，就是说要把大而美法案废除的调整法案要赶快执行下去啊！我已经通过了哈，要用再生能源，不但不稳定，成本很高，还取代了更可靠的能源来源。这个预警，各种的首席经济学家都在担心，银行的分析师都在担心，川普的大而美法案不但无法减支消债，反而让债务不断的扩大，大而美泡沫。未来7年之内，美国国债会超过50兆美元，财政灾难来临了吗？大而美法案遭前财政部长桑莫斯炮轰，将让美国的经济万劫不复。邱毅文。我担任顾问的美国林生技连锁超市系统，他的老板今天跟我联络，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川普真是一个灾星。为什么说他是灾星？几个月前
加州发生了山火事件，加州的旁边就是德州，那德州又发生了什么？又发生了洪灾，一连串的灾害，你可以看得出来，川普基本上对于怎么应付灾害的危机管理，他根本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做，他仍然在搞政治操作。因为加州的州长是纽森，是民主党的政治明星，所以他那时候攻击加州的州长。那德州呢，是标准的红州，是共和党的铁票区，所以他没得推了，于是就把这个推给谁？他把这个推给马斯克，说你马斯克搞政府效率部，所以才删了很多国家气象局的预算，然后又裁了很多的员工，所以就缺少了这个危机预警的系统。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至少在德州的河边，你要有警报器嘛，你要装设警报器嘛。那为什么这个你也没做呢？还有更严重的对比，大家回忆一下，当当洛杉矶出现了大暴动的时候，川普第一时间呢就调国民警卫队进来了，要去处理这个要去处理这个民众的暴动镇压。对，好，那这一次呢？这次更严重啦！即使愚笨如赖辛德，恐怕都懂得要调国军进来处理，帮助解决这个灾难的问题。如果今天川普第一时间能够赶快调动国民警卫队，在加州附近就有啊，你马上调动进来的话，他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死亡事件，他就没有那么严重的伤亡。尤其那个夏令营里面20几个小女生童子军就这样子丢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好，最后我要提到，就是川普那个大俄美的法案。大俄美的法案，那真的叫做美国的灾难，美国历史上的大灾难。这个现在已经白宫签署了，要落实下去了。它不但是劫贫济富，它而且还造成美国再留子孙，寅食卯粮，它会使美国的财政破产的。第三个，这个大而美的法案一下去，它一点都不美，但是一定很大。扩张的财政政策加上扩张的货币政策，川普根本找不到钱，那怎么办？最后他一定说我要把美联储联准会的鲍尔给换掉。他自己白宫要掌控美联储，如果他也控制了美联储，世界的货币秩序就大乱。你不要等大家去美元化，美元霸权就自动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淘汰了。很难想象，这是今天美国的状况，大而美吗？大家心里都蛮怀疑的，拭目以待。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正当美国总统川普对着全球关税开战的时候，自己国内德州的重大的水患灾情，哇，也让人触目惊心。这次水患的灾情，伤亡人数太大了啊，尤其是100多人就这样死亡哈。如果在台湾，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台湾有过几次的这种桃莉风灾啊？那我们也看到了陈水扁上来的时候有个巴掌溪的事件啊。那其实死了几个人，对我们台湾来讲就已经受不了了。在美国死了100人以上，竟然没事，这点才让我们觉得很惊讶。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元首面对于100人的死亡，啊，他还安然无恙啊，然后还没有去究责，而且都推掉啊，这个推给上帝之手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觉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没有预警系统不可思议预警系统是被他预算拿掉了啊。可是我个人是觉得，现在目前的情况确实已经是极端气候了。因为刚刚有讲嘛，几个月的雨在3到5个小时内下来。没错没错。那你这么短的时间内下一下子，那么从125到250这么高的豪雨，
那当然就形成了洪水。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极端气候在美国已经不断的出现，不管是加州的大火，不管是这次的大水，还有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在法国、英国、伦敦，也不过就是上个月6月份哦，6月份理论上讲并不太热，是刚好进入初夏的一个阶段，因为盛夏是大概在这个7、8月的时间嘛，所以6月不热。可是问题就在于伦敦跟巴黎就已经进入了40度的高温，热浪啊，所以又有一些人又热死了，肾衰竭就是热衰竭而死。那这个主要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欧洲他们从来没有碰过这么严重的情况。我在法国读书、生活、工作5、6年的时间里面，我们每一年就有1天是36度而已。那现在你看，随便就是40度了，一年就有1次。好，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气候变迁了。气候变迁，大家就应该要真的来解决这问题。可是问题就是刚刚讲的大而美法案，反过来做，而且还鼓励石化业继续去烧，继续去增加气温。你想想看，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美国的总统川普这样领导一个国家，领导这个世界，你想想看，他把世界糟蹋到什么地步？所以影响不只是美国，是全世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世界的气候正在大规模的变迁当中，面临的苦果。美国德州的大水让我们看到了，张老师，这次德州说死了100多人，还有很多人失踪通常失踪的那后果大概都不会是很乐观的，很正面的。但是特别有其中一个是说夏令营有27个年轻的学生死亡，我看到这里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以前教书的时候，除了我带学生出国之外，我也在台湾举办这种学生的夏令营，接待大陆和海外的师生来。有一年就是接待美国的25位农业学生来自18个大学，还加上我们本地，所以差不多有40人，也办营会，也到很多地方去。我们原则都没有露营，因为露营有某一种程度的危险。观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跟我们去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文化大学国际所教授邱毅委员。主持人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员江宝珍老师。大家好。来看看最新在川普所公布的账单出炉了，14个国家。川普说已经发出了通知函，第一批的税率出炉了，包括了日本、南韩、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大部分都维持差不多跟过去4月解放日公布的税率差不多的水准。像马来西亚增加了1个百分比，那日本也是1个百分比。首批的关税名单里没有台湾，是喜是悲？这个业者告诉我说，他们觉得还是在被凌迟，还在等。但郑丽君呢，行政院呢，却是以非常正面的看待角度来看的，说目前还没有收到美方对关税的通知信函呢，目前还在持续协商。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原因是什么呢？根据美方的标准这个是没有谈判进展、不成功不配合的国家才会先公布了是代表以后比较高关税就到这里了吗？多数都回到4月3号的比较高数字吗？那之后公布的会比较好吗？我不知道，因为早上访问翁履中教授的时候，他说他是听美国的议员告诉他，共和党的议员说，恐怕台湾会是维持在4月份的关税非常高的可能性会是在30%。那台湾怎么办？那现在是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政府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谈了什么啊？但吴思瑶厉害了，他直接在立法院受访，公开的讲，台湾的底气很足，是什么底气我也不知道，是生气的气嘛？但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呢，他请全民一起干嘛呢？一起为谈判结果集气，加油！集气耶通常什么时候会帮人家集气？有人在加护病房，对不对？病危，对不对？这个我们的大委员要帮我们的政府谈判，集气才能谈呐。
网络网友很多人，大家在看待这个事情，等726大罢免完才公布。哦，有这样拜托去，郑丽君去原来是为了这个理由，知道吗？726才会收到。美国鸽子还在飞，大成功才能回到台湾。集气到底要集什么气？是人民的生气、愤怒吗？其中赖政府的态度被川普吃够吗？我们到底已经日本、韩国各国都有一些谈判的筹码或互相的角力，但台湾呢，几乎全面都是释出善意的，投资美国1000亿美元加码，投资阿斯加天然气，采购天然气，国防预算。提高 GDP， 台币升值这件事情，现在今天访问这个航运的业者航运货物，他们说已经整个是归零的业绩状况，光台币升值是全球的。币值是全球的，所以出口到其他地方是没办法取代的。如果加上关税再来打下去，其实只有关门或外逃2条路而已。这么多的配合换来什么？马上就要揭晓了。过程当中，其实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过我们到底谈了什么或内容，但很罕见。今天总统府公布了，昨天半夜的时候，总统特别召开了这个会议，跟谈判代表们视讯谈话，同时定调说，双方会在谈判中寻求达到双边贸易平衡，增进台美的科技、国安多元领域的合作。这个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也不知道到底谈了什么。总统有交代什么吗？有底线吗？例如民生、国安、农民的议题不能让，能源的议题不能让，还是有什么台湾的议题可以不知道？没有，但就是又是这一番话所以到底要谈判底线是什么？有哪些台湾政府要帮台湾民众把关的？没有人知道，但像日本，我们对比起来就非常的强烈。川普科日本25关税，汽车是已经抵定了，加上这一波新的25的公布呢，石破茂发生了，他说原本是35%还会继续谈判，绝不牺牲国家利益。7月20号当然它有个缓冲期啦缓冲到8月1号才开始实施，是不是等7月20号日本国内选举完了，我们再谈谈看？那石破茂强调要再跟美国谈的是什么？他米不让进口怕影响日本的农民的权益啦，还有汽车啦，为了避免关税上调到30、35，才没有办法达到这个贸易协议。日本一直在捍卫需要捍卫的东西，至少过程当中一直公开告诉民众。看起来民意是支持反对这个米大量的倾销到日本去的。韩国呢也一度踩得很硬有过南韩承认跟美国有过激烈的谈判。那这激烈谈判里，现实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所有的问题达成一致。川普一预告宣布这25关税之后，南韩总统府就马上即召开会议，那同时也再派出代表飞往美国去会 Rubio。那南韩的国家安保市长更在华府会晤之后呢，强调接下来还要继续推动李在明去会晤川普啦，能够解决问题啦。就是这个总统的概念是要出访去跟川普直接面对面去解决问题的。我们是视讯会议啦，而且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的角色啦所以呢，在整个分析里头，到底会像翁宇中教授讲的那么高30%以上解放日当时吗？我们不知道，当然我们也不希望是，但我们有没有办法不知道？韩国开会一分析各种的筹码，韩国的高层跟美国进行协调各种的峰会在讨论当中，重点是只知道他们的政府一直在沟通跟协调，想办法扒梗，但台湾呢？我们至少目前只看到了视讯会议。委员，是我对，好，其实到目前为止，真的跟美国已经有了具体的协议的，就只有英国跟越南。那柬埔寨号称跟美国之间也有了一个商定的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内容跟细节也还没有完全的确定。所以这一波川普所公布的这14个国家的对等关税，号称协调后的税率，其实根本没有协调，因为大部分的国家跟美国之间并没有达成协议，大家仍然有一致的策略，就是一个字叫拖。为什么？因为时间对川普不利嘛，你拖得越久，大家联合作战。我上个礼拜去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预言了，川普虽然信誓旦旦说7月9号是大限，绝对不延，但是到了7月9号，他一定会延的，
果然又延到8月1号。只要大家仍然团结一致、有默契情况之下，继续拖到8月1号之后，自自然然会再延下去。那最后，川普因为国内跟国外的问题，对他来说真的是内外交迫，所以最后川普也不得不服软，不得不让步。好，可是问题是，台湾赖清德当局真的了解怎么谈判吗？问题他不了解，川普对他很了解啊。我认为在这一次的台美谈判中，台湾犯了几个重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所有可以谈判的筹码，在没有正式谈判以前，都已经双手跪舔，双手奉上，交底了，交底了，都已经交底了嘛。台湾有没有筹码？台湾当然有筹码啊。第一个，台湾有台积电，不是筹码吗？可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台积电已经变成美积电了，10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到超过2000亿美元。台湾有没有保存美债？有啊，台湾保存的美债数目也很多，也很可观啊。台湾有没有美国很需要的？有啊。阿拉斯加州的天然气就很希望台湾采购，而且他还要求台湾要建那个阿拉斯加这个天然气要输送出来的管线，台湾也同意啊。有这么傻的赖清德竟然做台湾的总统吗？你在没有正式谈判以前就把所有东西都交底，那你还能够谈什么呢？川普是一个不但会谈判，而且很会恋爱的人。他难道不知道这个傻子，这个傻赖清德都已经脱光衣服，都已经全部奉送了，你还跟他谈个屁呀？所以啊，美国对台湾当然就狮子大开口了。还好，这一次有个中国大陆在前面跟美国硬杠，而这一次日本的石破茂也一反过去安倍岸田文雄的做法，也非常的强硬。连莫迪看到他们强硬，莫迪也开始强硬起来了，要报复了。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认为台湾只要现在开始策略得宜，台湾的关税的弱点在20%以上，但这是要楼地板。天花板在哪里呢？我认为应该是25%，而最后的弱点应该就是25%，跟这一次税率的清单里面所列出来的日本、韩国的25%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台湾不可能得到比越南更好的条件，因为越南是用什么去跟美国交换的？越南的苏林范明正表面上也是一副强人的样子，可是面对美国一样啊，很快就跪下来了。习近平就特别跑到越南去跟他们见个面，给他们打气，结果呢，还不是一样很快的屈服了。越南答应美国的条件是什么？是把整个越南市场全部开放，零关税。然后配合跟美国采购波音飞机、天然气一大堆东西，最后换来什么？最后换来20%，20%以外，如果洗产地的转运的40%，所以很明显，越南是吃大亏嘛。那柬埔寨要学越南，他也要采零关税要换，可是他最后只换到36%。你也不要以为36%很差哦，因为它是原来是49%，49%除以36%得到1.3多，而台湾如果从原来的32除1.3多就是25，就是25，所以我认为25应该就是天花板，然后20就是楼地板，但是我认为最后台湾应该弱点放在25，但是前提是不要再发生谈判战略上面的错误。如果谈判战略错误的话，那就等于把台湾人民的
所有的福利都牺牲掉了。打个比方，美国现在要什么？要进农产品到台湾，它基改食品要进台湾嘞，还有核能相关设施。对了，这些基改食品进来，台湾的食品安全全部泡汤。是，好，所以基本上现在美国提出很多非常不合理的需索，希望我们的谈判代表能够守住该守住的关卡。赖老师说真的，不管32、25，对业者有差别很大吗？真的是一样惨啊！那今天那个我们的新台币升值，业者今天访问的叫做航空货运的理事长，他就说他们都已经觉得是叫做绝望。如果再加上个关税夹杀的话，那真的太惨。如果全世界大家都抵制啊，也就是跟你美国玩到底，那全部都课关税的话，坦白说，崩跌的、崩产的是美国，而不是全世界。没错，没错。因为大家的货物到美国去，大家都课关税嘛，那没关系嘛，那反正你也没有替代品，因为你美国本身没有办法生产制造满足3亿多人民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你再怎么样高的关税，你还是要进口。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的进口商跟你消费者来吸收。如果大家都说好啊，你课啊，你就课，我也课你，也就是你课我多少，我就课你多少。那这样的情形下，美国的商品就卖得出去了。没错，因为其他的国家都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往啊。例如说，我今天不买你美国的波音，我可以跟你这个欧洲买空中巴士啊，我可以跟你中国大陆买C919，虽然你制造的速度还慢了一点，但至少还是有啊。那你说我不买你福特，我可以买你日本的 Toyota， 我可以买你这个欧洲的 Volkswagen， 甚至我买中国大陆的电动车都可以的啊。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全世界都跟你美国玩下去的话，你课我多少，我就课你多少。坦白说，美国的商品不但卖不出去，美国仍然需要从世界各国买商品进来，因为它国内的制造商制造不出来。第一个。第二个，他要短时间制造也制造不出来。第三个，他就是没有劳动者。那在这个情形下，美国就崩解一条路。所以，川普其实很心虚，他很害怕，他恐惧。其实他恐惧到极致。为什么？因为他怕的就是全世界大家都向中国大陆学习，都跟在中国后面走。你看，他这一次是再一次的公布。我们为什么会说再一次的公布？这一次是7月9号再一次的公布，可是有没有课征税？没有，要8月1号。可是各位再想一想，他当初公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4月2号。真的。然后他本来说是几号课征税？4月9号，后来又说延到7月9号。所以他每一次公布，我要对全世界课征税，但是他事实上都没有做到。原因在哪里？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对于全世界课征税。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全世界各国都有耐心的等待啊，就是跟你耗啊，跟你拖啊，然后都在观察观望，说我看你怎么克日本，我看你怎么克别人，大家都在等。好，他没办法，逼到他走绝路，先公布14份名单出来。可是你14份名单一公布出来，坦白说，其他国家我就再给你耗看看，因为他说，因为记者问他说，那8月1号是不是最后的一天？他说是的，但是你只要打电话给我，那就不是的。那请问是还是不是？那很明显的就不是了嘛，因为你只要打电话给我，所以他还是在等你的电话，那就代表什么？他心虚，他害怕，他希望你打电话给他，然后你让出更多的利，然后他就说好，那你让得更多的利，我就减少你什么？我觉得，可是不要忘了，我觉得老百姓或是金融投资家，他们看得很清楚了。当美国一宣布以后，美国的股市跌，最惨跌到660点，后来又拉到400多点。好，但是都是跌哦。美国的股市跌，而且3大指数都跌，美国的债市也跌，美元也跌。观众朋友，3个东西都跌，这对美国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这代表什么？美国他们的金融界他们紧张。哪有说股市跌、债市跌，还有金融那个美元都跌？可是你看哦，当公布之后，韩国涨了1.8%，大盘哎，日本也涨，日本涨了2.6%、0.26哎，那也就是说日本涨了，韩国涨了，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嘛，大家来跟你耗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底气。
石破茂如果凭借着日本人的支持，他一个底气跟你美国周旋到底，我们来看看8月1号，川普敢不敢仗？我是要讲的底气，那我们呢？他急气，他学那个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当德州很多人受伤的时候，很多人死亡的时候，人家问说怎么救？祈祷。哦，所以就像这个厂商说，他去找部会首长说，请帮忙我们怎么办？那部长就跟他讲一句：加油！这只能这样而已啊，业者要自救啊。是，这个关税公布之后，日本其实是蛮紧张的，因为2024年日本就像美国啊卖了大概将近150万辆的汽车啊，是它全国出口的18.6%，然后总值差不多407亿美元，所以如果加25%关税的话，那它这个要卖这么多辆车就很难了。美国人是世界上蛮大的一个汽车消费国。以前我在美国念书，有美国当地同学开玩笑说，他们要炫耀2样东西，一个是他们家很大，第二个呢是他们汽车很多。他说他爸爸晚上起床要上厕所是开汽车从卧室开到厕所去的啊。这当然是一个玩笑话，就是美国人呢的确是这样。去年2024年买的汽车里每2部就有1部是进口车，所以川普要打断这一个。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很大影响啊？我认为这个台美的这个贸易协议为什么没有达成？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公布一个初步结果啊？是卡在有好几样东西我们不肯让步。一个是美国的汽车进口啊，是不是可以零关税或者降到非常低的关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农产品啊，美国很不满，说我们对美牛美猪有特别标示啊，而且在学校里呢用营养午餐只能用本地猪，不可以用美国猪啊，这是一种歧视啊，这是非国民原则。一般来说，两国的贸易呢要国民原则，就是说不得歧视，你要把外国产品当成本国产品。还有，在今年4月，川普公布他的第一波关税的这个对等关税单子的时候呢，在那之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就说了。说我们对美国稻米啊进口有歧视，因为呢我们只给了特定配额，配额之外呢还要加税啊，加很重的关税，这是不对的。这一点呢，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主张应当开放我们的农产品市场，应当开放，尤其是稻米市场。台湾稻米啊用的太多了，最近农业部的副部长说。我们存的稻米已经足够13个月啊，国民消费13个月，但是我们的所谓战备存粮标准只有3个月，所以我们生产这么多稻米做什么？因此呢，进口美国稻米其实是一个可以让步的条件。